他叫西蒂，来自印尼爪哇岛上一个小村庄，今年28岁，在台湾工作已满6年。6年前的夏天，西蒂挥别年迈的父母和年仅3岁的女儿，含着泪踏上飞往台湾的班机。对他而言，那是一趟前往未知的旅程，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要在陌生的国度独自生活。飞机降落时，夜幕下的桃园机场灯火通明，他的心中既兴奋又忐忑。当脚步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西蒂紧张的手心直冒汗，迎接他的是语言不通的环境，全新的生活挑战，以及对未来满满的问号与不安。初来乍到的日子并不容易，西蒂几乎不会说中文，英语也只略懂几句。一下飞机，他就跟随仲介辗转来到台中一家照顾中心，和其他几十名移工一起接受短期训练。白天，他努力记忆着课堂上教的每个中文单字，学习如何替长者翻身、喂食和简单物理治疗。夜晚，躺在拥挤的宿舍床铺上，听着身旁同乡女孩小声啜泣，他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陌生的城市灯火通明，但西蒂却倍感孤独。思乡的夜里，他辗转反侧，脑中浮现女儿天真的笑脸和母亲依依不舍的挥手，心里默念着，离乡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一定要撑下去。西蒂也曾怀疑自己的决定。训练期间，他每天面对各种考验，要克服惧高症学习，替长辈换床单时站上高处，要忍受不习惯的饮食口味，还要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记下复杂的照护步骤。有一次，教练用中文快速讲解急救程序，西蒂只听懂几个单字，一慌张就差点报错人体模型，逗得全班哄堂大笑。他羞红了脸，深深感到自己就像只误入丛林的小鸟，不知道该往哪里飞。他不禁问自己，为了赚钱背井离乡，值得吗？这个问题当时没有答案，但在未来的岁月中，西蒂用亲身经历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答。结束训练后，西蒂被派往台中市一户人家，开始担任卧床阿妈的看护工。他每天的工作从清晨5点开始，协助阿妈起床梳洗、喂早餐、服药，接着打扫家里、采买菜蔬，准备午晚餐，日复一日循环。最初的几个月，语言不通是西蒂最大的障碍。雇主一家人讲的国语，他只能听懂少部分，更别提阿妈常常是用台语跟他沟通。每当阿妈急着表达需求，用他听不懂的话连声喊着简仔啊，过来一下时，西蒂只能手足无措地瞪大眼睛干着急。有一次阿妈突然喊痛，西蒂以为是肚子饿，赶紧端上饭菜，结果阿妈越喊越大声，直到邻居闻声来帮忙翻译，才知道原来是轮椅坐垫夹到了皮肤。那一刻他既内疚又自责，恨不得自己马上学会所有中文、台语，才能好好照顾眼前这位需要他的长者。除了语言，文化差异也让西蒂适应的辛苦。印尼饮食偏爱辛香重口味，但为了照顾阿妈的肠胃，他每天得清淡饮食，烹煮台湾式的菜色。记得第一次下厨煮晚餐时，他依照仲介教的菜谱做了一道清炒高丽菜，自己尝起来寡淡无味，心想阿妈可能不喜欢，便偷空加入老家常用的辣椒和香料提味。岂料阿妈吃了一口辣的直掉眼泪，吓得西蒂不知所措，连忙端水给阿妈漱口。从那天起，他才明白必须入境随俗，学着适应台湾长者的饮食习惯，再想念家乡风味也要忍耐。每当厨房飘来咖喱和辣酱的香气，他就不禁想起远方母亲为自己准备的一道道印尼菜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然而困难并没有让他打退堂鼓，反而激发了西蒂的求生本能和学习欲望。为了和阿妈沟通，他在工作之余拼命学中文。每天夜里服侍阿妈入睡后，他拿出一本笔记本，把白天听到的新词汇默默写下来，旁边注记上印尼语意思。比如阿妈常说的马杀鸡，原来是按摩的意思；眼油是眯一下休息的意思。诸如此类的生活用语，他硬是靠着日积月累记熟了上百条。有时阿妈心情好，还会一句一句教他台语，教他喊自己阿妈，而不是 Madam。 当西蒂第一次用台语喊出阿妈与你慢慢食，阿妈您慢慢吃时，阿妈乐得合不拢嘴，像听到孙女撒娇般拍拍他的手背称赞，乖哦。
就当这里是自己家。短短一句带着浓浓乡音的中文，令西蒂鼻头一酸。或许正是从那天起，陌生的台湾对他来说不再那么冷冰冰，他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暖意。随着语言逐渐通畅，西蒂的工作也渐渐上手，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周围的台湾人，体会到这座岛屿上处处有温情。每天清晨推着轮椅带阿妈去附近公园时，邻居的爷爷奶奶们会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印尼姑娘，早安呐，今天天气真好，出来晒太阳啊。虽然带着口音，但西蒂完全听懂了这些善意的寒暄，他总是报以灿烂的微笑，点头回应早安。公园里其他被照顾的长辈，有的失智，有的中风，但他们的看护大多也是和西蒂年纪相仿的外籍移工，其中有越南的阿芳、菲律宾的玛利亚、泰国的小珍。大家语言不同，却仿佛一个国际照护团队，每天在长椅周围一边照看着老人家们，一边用各自不流利的中文彼此加油打气。这样的场景在台湾各地社区早已司空见惯，穿着头巾的印尼看护，哼着故乡小调的菲律宾看护，推着轮椅晒太阳，成了城市晨间一道特殊又温馨的风景线。西蒂也曾担心过自己会受到歧视或异样眼光。出来时，他听说有些台湾人把外籍女帮佣统称为玛利亚，语气中带着刻板印象的轻视。他默默告诉自己，要用实际行动赢得尊重。几个月下来，雇主一家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女主人曾在家庭聚餐时，当着亲友的面夸奖，西蒂就像我们家的一员，没有他帮忙，真不敢想象日子怎么过。亲戚们起初好奇地打量这位深肤色的年轻女孩，但很快就笑着敬她一杯饮料，感谢她照顾阿妈。那一晚，西蒂破天荒地和雇主一家共进晚餐，合照留念。他坐在餐桌旁，听不太懂他们的闽南语聊家常，却第一次没有感到格格不入。饭后，阿妈握着他的手反复叮嘱，有你在，阿妈才放心，你就是我们的家人啊。西蒂强忍住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这泪水中有感动，也有如释重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付出与善意终于被真正的看见与接纳。更令西蒂感动的是，社会上许多素不相识的台湾人对外籍移工也充满了友好和善意。有一次，他利用难得的周日假期，独自去附近庙口市场闲逛，想买些印尼调味料和食材，为自己做顿家乡菜。在一个蔬果摊前，他用还带点生硬的中文问价钱。老板娘一听出他口音，笑呵呵地说：你是印尼来的吗？平常都煮些什么菜啊？西蒂有点惊讶，但还是努力解释自己想买香茅和辣椒做咖喱。老板娘热心地给他挑了最新鲜的食材，还多送了一小袋香菜和几颗辣椒，拿去试试，不够再来找我。西蒂受宠若惊地连声道谢，捧着满满一袋食材离开时，心里充满温暖。一个陌生台湾人毫无保留的善意，让他这个远在异乡的游子感受到人情的温度。类似的暖心经历还有很多。西蒂发现，尽管有些媒体新闻里会称外籍劳工为外劳，报道他们逃跑或发生冲突的负面事件，但在日常生活中，他遇到的大多数台湾人都是友善的。公车司机在他提着大包小包时，会等他坐好才启动。超商店员知道他听不懂太复杂的句子，就放慢语速，耐心比手画脚。邻居奶奶过年时还端来热腾腾的年糕，笑着说吃甜甜好过年，邀他一起感受过年的欢喜。点点滴滴的善意汇聚起来，逐渐融化了西蒂出来时的孤独与不安。他开始相信，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自己并不孤单。西蒂在台湾生活步上正轨后，每周日是他最期待的日子，因为那是例行的休假，他可以和在台中的几位印尼朋友相约出门透透气，分享彼此的心情。一个星期天，他和朋友搭上火车前往台北市参加1年1度的开斋节庆祝活动。对穆斯林的西蒂来说，这是个重大节日，而台湾的伊斯兰社群每年都会在台北清真寺附近举办盛大的庆典。那天他特意穿上了传统的印尼服饰，心情兴奋又激动。活动结束后，西蒂带着满满的喜悦，独自坐捷运返回台北车站，准备转车南下。可是就在他穿梭在人潮汹涌的车站大厅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背包拉链没拉好，钱包悄悄滑落而不自知。
等到西蒂在月台上检查车票时，他才惊觉钱包不见了，里头有他仅剩的现金、银行卡，以及最重要的居留证和健保卡等证件。瞬时间，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跳漏了半拍。没有居留证，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要是找不回来，我会不会被当成逃跑移工遣送回国？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西蒂急得眼泪在眼眶打转。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回想钱包可能掉落的地方，随即提着包狂奔回刚才逛过的每一个角落，询问摊贩，翻找休息椅下，甚至跑回挤满外籍移工的台北车站大厅，一圈圈搜寻。然而人潮如海，钱包依然杳无踪迹。西蒂又急又怕，脑中开始冒出最坏的打算。如果真的找不到，他该去警局报案吗？语言不通，该怎么描述经过？雇主会不会因此责怪他大意？正在六神无主之际，广播喇叭传来一段用生硬印尼语夹杂中文的广播：请 City 女士到服务台，有您的遗失物。西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广播里叫的正是自己的名字。他跌跌撞撞地跑向车站服务中心，只见一位穿制服的站务人员微笑着举起一个熟悉的钱包。是你的吗？西蒂连声说。是。眼眶再次湿润起来。站务人员告诉他，一位热心的台湾阿伯在月台候车区捡到了这个钱包，里面有居留证和车票，就赶紧交给服务台。车站人员见钱包里证件显示持有人是外籍人士，担心他听不懂中文广播，还特地找来移民署职工用印尼语协助广播。西蒂双手颤抖地接过失而复得的钱包，里面的钱分文未少，证件卡片也整齐无缺。他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鞠躬道谢。谢谢 Terima kasih。 那位默默离去的台湾阿伯和尽心协助的站务人员成了西蒂心中的无名英雄。这场有惊无险的意外深深触动了他台湾社会的善良与诚信，再次温暖了远在异乡的他的心。那一刻，西蒂更加确认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转眼间，西蒂在台湾工作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6年。6年说长不长，足以让一个懵懂的小女生蜕变为成熟干练的护理能手；说短也短，仿佛昨天她还拖着行李第一次走出机场，对一切感到好奇又忐忑。现在的西蒂，中文已经说得相当流利，还会讲不少生活常用的台语。每当她用台语逗阿妈开心时，邻居们都夸她：“你真的变成半个台湾人咯。”西蒂也会害羞地笑。是啊，6年来她不仅学会了语言，还逐渐融入了台湾的生活节奏和文化。她喜欢上了台湾的食物，从刚开始吃不惯的清粥小菜，到如今爱吃卤肉饭、河仔面线，连家乡的辣酱都减量了许多。她也习惯了台湾的生活方式，会用行动支付在夜市买珍珠奶茶，学会了用手机叫计程车，假日和朋友相约去看电影、逛百货公司。有几次他还参加了台中的马拉松路跑活动，挂着印有移工选手字样的号码布在街头奔驰。冲线时现场志愿者为他喝彩的场景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原来自己也能如此自然地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份子。在照顾阿妈的工作上，西蒂早已得心应手，甚至成了附近移工圈子中的小老师。邻里间新来的外籍看护，只要有语言不通或护理技巧上的问题，都会来向他请教。有位越南女孩刚到台湾不久，因为听不懂阿公说的台语指令而急得直哭。西蒂知道后，每周抽空陪她一起去市场买菜，教她一些常用的台语词汇，还分享自己的笔记本。那笔记本上满满都是他多年来整理的中英印尼对照单字与照护知识，对初来乍到的移工姐妹们而言弥足珍贵。透过帮助别人，西蒂重新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如今的她有能力成为他人的依靠与支柱。每当有人感谢他、称赞他时，他心中就涌起一股成就感与归属感。台湾已经给了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与舞台。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建立了深厚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联系。阿妈早已把西蒂当作自己的干孙女，逢人便夸：“这是我们印尼来的小孙女，孝顺着呢。”当年那个嫌弃黑手、离开工厂男友的年轻女孩，如今也和西蒂成了朋友，常常相约一起带长辈们出门看医生、去公园。雇主一家待她如亲人，
每到重要节日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中秋节时，女主人教他提灯笼、吃月饼；农历新年时，他们会主动询问西蒂除夕要不要一起吃团圆饭。西蒂也曾带着雇主家的小孙子一起过开斋节，给孩子们看印尼的传统服饰和美食。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与尊重让他心里充满温馨。他打趣地跟印尼远方的亲友说，在台湾我也有一个家，一个会和我一起过节、彼此关心的第二家庭。当然，思乡之情依旧会偶尔席卷而来。每晚入睡前，西蒂还是习惯用视频通话和印尼老家的女儿说说话。女儿已经快要念小学了，总在视频那端拉着妈妈撒娇，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陪我写功课。每到这时，西蒂心中都泛起愧疚和不舍，连忙哄着孩子，再等妈妈一下下，妈妈在这里工作就是为了让你念好学校，长大过好日子。挂断电话后，他常独自掉泪，但每当第二天太阳升起，他擦干眼泪开始忙碌时，又重新振作，打起精神。对他来说，台湾已经给了他尊严和养家糊口的机会，也塑造了他独立坚韧的性格。或许有朝一日完成经济目标，他终将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但在那之前，他依然选择留在这片给予他成长与养分的土地，继续发光发热。有人问过西蒂，你现在这么喜欢台湾，将来舍得离开吗？他总是笑着回答，台湾对我而言早就是第二个家了，如果可以留下来，我真的不想离开。是的，家意味着安全感、归属感和被爱。西蒂在这里感受到了上述的一切，那么他又怎么舍得轻易说再见呢？西蒂的故事并非特例，在台湾，像他这样的外籍移工还有整整83万之多。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83万个远离家园、努力追梦的生命故事，更是83万双用脚投票的坚定脚步。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是4大主要来源，其中印尼籍人数最多，约有30万人在台湾辛勤工作，越南籍约28万人，菲律宾籍约16万人，泰国籍约7万多人，男女比例大致各半，但职业分布却有明显差异。将近90%的外籍女性在医院、养老院或家庭中担任看护和帮佣，支撑起台湾繁重的长照工作。男性移工则多进入工厂、建筑工地或远洋渔船，填补肮脏、危险、辛苦等本地人力不足的3D 产业缺口。可以这么说，整个台湾社会的日常运转都有赖于这些外籍移工在背后默默支撑。从老人安养到渔业、制造业，处处都有他们留下的汗水。回顾历史，台湾正式引进外籍劳工其实只有短短数十年的时间。早在1989年，政府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开放第一批泰国工人来台支援重大工程建设。自那之后，来源国逐渐扩大到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周边国家。2010年代起，台湾进入高龄社会，本地护理人力远远不敷需求，大量印尼与菲律宾女性移工受聘来台照顾失能长者。至2012年时，台湾在籍移工人数已突破45万。由于许多外籍劳工表现良好且经验日渐熟练，政府在2012年将移工累计工作的年限上限从9年放宽至12年，让他们能为台湾持续服务更久。2015年9月，又针对家庭看护工进一步延长工作年限至14年。换言之，一位认真的外籍看护若愿意续约，他可以在台湾照顾同一位长者长达14年之久，陪伴雇主家庭走过漫长岁月。这些制度的调整正是反映出台湾对外籍劳动者的依赖逐年加深，以及社会开始认可他们的重要性。如今在台湾，逾30万移工已经连续居留超过3年，不少人待满6年以上，早已对台湾社会产生深厚感情。为什么他们愿意留下？为什么台湾会成为众多东南亚年轻人心目中的理想目的地？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可讳言的是经济因素。台湾的薪资水平和汇率对许多东南亚国家而言相对优渥且稳定。以西蒂为例，他在印尼家乡即使工作1个月，收入可能仅够糊口。然而在台湾，法定基本工资逐年调涨，现在每月至少有26000多元新台币的收入，折合印尼盾数百万，远高于印尼当地薪资。
更别提许多家庭提供免费食宿，移工能将大部分薪水汇回家。常年下来，不少移工靠在台湾工作攒下的积蓄，改善了家中经济状况。有人在家乡买地，盖了新房子，开创了小生意；也有人供弟妹读完大学，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在全球化的大潮下，跨国工作成为改变命运的途径之一。东南亚移工赴海外打拼，正如台湾年轻人赴国外当工程师或移民一样，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相较于前往中东等地可能面临的危险与剥削，台湾以相对安全友善的环境、高额的薪资回报，成为他们心中性价比最高的选择。难怪有移工打趣说，台湾的钱虽然不像新加坡那么高，但胜在安心与温暖，选择台湾最值得。再来，社会环境与自由度也是吸引移工的重要因素。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对宗教与文化多元性相当包容。对于印尼移工而言，这点尤其重要。印尼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需要一个能允许他们礼拜祈祷、庆祝开斋节的环境。台湾虽然穆斯林人口不多，但各地逐渐增设清真寺与礼拜空间，许多雇主也愿意体谅穆斯林员工的饮食禁忌和祈祷需求。例如台北车站附近就有全台最大的清真寺，开斋节时成千上万穆斯林聚集庆祝，场面盛大。西蒂每年也都获准参加当地的宗教活动，这让他深感欣慰，异乡也能保持信仰与文化，不必担心遭到限制或歧视。除了宗教自由，台湾整体社会对外籍人士的人身自由也相当尊重。移工在合法工作期间可以自由外出、聚会。周末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大城市的广场、公园坐满了开心欢聚的外籍劳工伙伴们。他们三五成群聊天唱歌，品尝家乡美食的场景已融入台湾都会的周日风景中。这种友善开放的氛围是在某些国家难以见到的。许多曾在中东地区工作的移工提及，那里有的雇主会严格限制外出，甚至没收护照，使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约束。相比之下，在台湾工作虽然忙碌，但基本的自由和尊严能得到保障，让人感到更有人权，更被当作一个人看待。除了物质与环境因素，情感与心理层面的满足同样驱动着他们选择留下。人都是感情的动物，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往往难以承受。然而在台湾，许多移工意外地找到了家人般的连结，最直接的莫过于他们与照顾对象或雇主家庭之间产生的深厚感情。数不清的移工和西蒂一样，与所照顾的长者朝夕相处多年，早已建立起超越雇佣关系的羁绊。他们陪伴老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为雇主家带去欢笑和温暖。在台湾，一些家庭甚至会将多年照顾家中长辈的外籍看护工视如己出，亲如子女。在新闻报道里，有雇主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将部分遗产赠与照顾自己多年的看护，也有长者过世后，其子女特地扶灵邀请看护一起出席葬礼，感谢他对老人家的恩情。这样的故事放在20年前恐怕难以想象，但如今早已不是新闻移工对台湾家庭的重要性和亲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一个人在陌生国度获得真心的接纳与爱，他自然愿意回报以真心，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西蒂照顾的阿妈曾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有你在，阿妈每天都开心，真希望你永远留在我们身边。类似真挚的情感告白，每天都在台湾各个角落的家庭上演着，让外籍移工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归属。他们不再只是离乡打工的工具人，而是成了另一个家的一份子。同时，外籍移工们彼此之间也形成了温暖的同侪社群，他们在异乡相互扶持，分享资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小社会。以台北车站为例，每逢周日就化身为东南亚移工的大本营，大厅地板上坐满了成群结队的年轻移工，有人带来自家烹煮的家乡菜与朋友分享，有人抱着吉他弹唱流行歌曲，还有人在角落为好友庆生切蛋糕。人群中，印尼姑娘聚在一起聊孩子的趣事，越南小姐妹交换着打工心得，菲律宾大哥则热情地邀大家一起拍合照，现场犹如小型的国际派对，充满欢声笑语。对他们而言，星期天的相聚
就是暂时卸下工作重担，疗愈思乡情绪的避风港。他们会在这里畅谈生活的酸甜苦辣，彼此安慰鼓励，分享各种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久而久之，每个人在台湾也都交到了异国的好友，扩展了人生的视野。想想看，一个来自印尼乡村的女孩，因为在台湾工作，结识了越南、菲律宾、泰国的朋友，还学会几句不同国家的简单问候语，这是多么难得的人生经历与财富。台湾作为交汇点，让不同国家的移工彼此串联，也让他们对这片土地产生共同的情感。每当有人合同期满即将离台返乡时，朋友们总是依依不舍地在机场送行，场面就像家人告别一般，泪眼汪汪。而更多时候，他们相约续约，一起留下，继续在台湾并肩打拼。有些人甚至萌生创业梦想，计划留在台湾开一家家乡味小餐馆或杂货店，服务在地的同乡与居民。近年来，台湾传统市场和商圈里已陆续出现由新住民或前移工开设的印尼、越南小吃摊，桃园、中坜等地更形成了热闹的东南亚商业街，贩售当地食材和用品，不仅让移工们买得到家乡味，也吸引台湾年轻人去体验异国风情。移工们带来的异文化正在丰富台湾的社会风貌，而这片土地也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经历了6年的台湾生活，西蒂对家有了新的诠释。在他心中，故乡和台湾都是他的家，一个生他养他，让他魂牵梦萦；一个育他成长，给了他梦想与希望。如果说印尼是他的第一个家，那么台湾无疑就是他的第二个家。对80多万移工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远在家乡的亲人始终牵挂着他们，而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也逐渐拥抱了他们。他们拥有2个故乡，2份深沉的爱。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社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当天被标签为外劳的这群人，如今有了更有温度的称呼，移工、新住民，或直接亲昵地称他们的名字。20年前或许少有人关注他们的权益与声音，而现在移工文学奖、移工摄影展等活动蓬勃发展，他们的故事被写进书里，拍成纪录片，受到台湾民众的肯定与赞赏。在桃园、新北等移工聚集的城市，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也开始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搭建起本劳与外劳之间的理解桥梁。移工不再只是隐形的劳动螺丝钉，而是社会一份子。我们看到，有的移工在台湾学成一技之长，回国后创业当老板，也有的在这里邂逅了爱情，和本地人组成家庭，成为所谓新住民。截至目前，台湾的新住民包含外籍与中国大陆配偶已超过50万人，他们和本地配偶所生的新二代孩子也有数十万名。在幼稚园、小学的校园里，越来越多混血宝贝有个东南亚籍的妈妈或爸爸，他们长相可爱，精通多语，为台湾的未来注入新活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就会有移工的第二代，甚至移工本人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真正成为你我的邻居、同事，甚至社会精英。事实上，政府已经在铺路，从2022年起实施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允许在台工作满6年的外籍劳工，只要技术经验达一定门槛，即可转换为中阶技术人力，在台湾无限期工作，并有机会申请永久居留。这意味着，对那些真心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的移工来说，未来留在台湾长久生活、落地生根，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如西蒂用行动诠释的，那些留在台湾的岁月已经融入他的生命养分，形塑出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台湾其实也因为有他们的加入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他们是台湾经济的无名英雄，填补产业缺口，照顾我们的长辈和孩子，让社会正常运转。同时，他们也带来异国的文化、美食与故事，丰富了台湾的人情风景。他们和台湾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劳资雇佣，更像是命运的共同体，休戚与共，共生共荣。在影片的最后，让我们回到西蒂的心声。他站在台中港的海边，夕阳下，迎着晚风吹拂脸庞，远处的天空飞过一群南迁的候鸟，
正如当年成千上万怀抱梦想的他和其他移工飞抵台湾。然而，不同的是，有些鸟儿终将归乡，有些则选择留在了这里筑巢。西蒂露出淡淡的笑容说，台湾很好，给了我成长和希望。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离开。简单的一句话，道出无数移工的共同心声。所谓用脚投票，说的正是他们经由自己的选择与行动，证明了台湾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对于这些来自异乡的朋友来说，台湾不仅是赚钱工作的地方，更承载了他们的青春、梦想、友情和爱情。当我们骄傲地说台湾是我们的家时，也别忘了，对许多远道而来的异乡人而言，台湾何尝不是他们深深眷恋的第二个家。让我们张开双臂，继续欢迎与感谢这些为台湾付出的移工朋友，因为有他们的陪伴，台湾这个大家庭才能更加温暖茁壮。让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第二个家的故事将继续写下去，而我们与他们也将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